各位，听我说，不要太激动，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。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晓和律师，来，有请。大家别着急，听我好好说一说哈，我们把道理讲清楚。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，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。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，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，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。激动没有用，吵吵也没有用，以法律为准绳。我有一点不太明白。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，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？是这样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，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。对，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。那么，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？我可以这样回答您：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。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，你们占了很多便宜。开发商建设小区，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。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，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。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，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，这块地都是我们的。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，成为建设使用权人，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，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。所以，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。对，应该就归我。请问您是业主吗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业主，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沟通，来，保安，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，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。没错，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。你说这后着。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，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。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，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是法律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走诉讼程序，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，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。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，当然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要提醒你的客户，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。好，没错，就你们这个律师啊，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，那到了法庭啊，更没戏了。那你负责让蓉蓉撤诉，那你负责让罗琦撤诉。一言为定。哎，那笔钱怎么办？你既然帮蓉蓉看协议，那你也应该看过那份保密协议吧？我看了，但是我坚决反对由你来付钱付给蓉蓉，没有这么解决问题的，这样违反了我的原则。罗琦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姐，我们手足情深，那也不行。你就这么想，就当是罗琦跟我开口了，我给了他一笔赞助款。我不同意你们这样解决问题，亲兄弟都要明算账，亲人之间就应该学会算账。不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让罗琦拿出这笔钱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他没有。我有说过让罗琦还钱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蓉蓉已经商量过了。蓉蓉说不要这个钱了，这对蓉蓉不公平。我觉得这一笔钱应该算作投资款。投资？如果房子将来卖了的话，后增值部分应该按照投资比例，季玉和蓉蓉都有份。那如果这房子不卖，他们一直都住在里边呢？如果不卖的话，那就算作蓉蓉和季玉给小安的抚养费。那等小安长大了以后，也有义务赡养他的亲爹和他的后妈。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我去打印新的合同，你们俩各自说服各自那边的。
谢谢您看过来。不客气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我为什么要早点回去？你父亲刚刚过世，所以我要化悲痛为力量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，我会跟你说的。那你父亲的追悼会，我父亲不希望别人打搅他。这是你让我们必须填的亲属和同事关系的调查表。谢谢。你是不打算看，还是想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呢？我后来跟行政说了，这个表不作为硬性规定。那你不看，我拿走。不。我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不在她的身边。我觉得她根本就不理解我。我和我姐之间，她更喜欢我姐。后来，我就回去奔丧了。每一个人见到我都跟我说我长得像我妈。说我母亲生前的时候，跟他们都在夸我，包括以前我认为对的，他认为是错的。我们还发生过很多次激烈争吵的事情。其实，在他心里面，他是认可的，甚至是欣赏的。